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全。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有点奇怪？你看哦，我们现在吃的用的都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厝内那个柜子打开，维他命 C、钙片、叶黄素、鱼油、B 群，一罐一罐排得整整齐齐，比药房的架子还精彩。每天早上就像在吃自助餐一样，吞个7、8颗才觉得今天有保养到。但是你老是跟我讲，身体真的有比较好吗？是不是常常觉得明明没做什么出众的工作，但这个腰就是直不起来？明明才晚上9点，眼皮就重得跟什么一样，但躺到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像在开运动会，就是睡不着。感冒好像也没断过，天气稍微一变化，喷嚏就打个不停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吃了这么多所谓的好东西，结果身体好像还不如我们阿公阿嬷那个年代的人勇健。讲到这个，我就想到一件更神奇的事。古早时代，莫讲什么保健品了，连看医生吃药都是很不得了的大事。但是你看书上写的，那些古人动不动就活到100岁，而且是动作不衰哦。意思就是活到100岁，走路还有风，还能到处趴趴走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有满手的保健品，却一身病痛；古人什么都没有，却能健康长寿。他们到底是藏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长寿秘方？不瞒大家说，几年前我去健康检查，报告上也是好几个红字，血糖也超标。那时候我也是跟你想的一样，买了一堆保健品来吃，结果呢，钱花了一大堆，身体还是老样子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这个庄头的福全才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我跑去翻了很多古早人的书，特别是那本最有名的《黄帝内经》。结果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古人不是不会生病，也不是没有药哦。书上写得很清楚，上古时代的圣人，他们也会做一些药汤、药酒，书上叫汤液醪醴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他们是为而服服也，意思就是药都帮你准备好了，但是摆着备而不用，他们根本不吃药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治未病，在病痛还没发生之前，就先把它挡在门外了。他们有一套方法，让自己根本不需要走到吃药那一步。一直要到中古时代，人心变得比较复杂，生活也开始不规律了，病痛才开始变多。那时候的人才需要靠吃药来解决问题。你看看，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像？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个根本的问题了：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活得这么累，病痛这么多？古人烦恼的是所谓的6邪，也就是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，这些都是大自然来的东西。譬如说天气冷，你没穿暖，感冒了，这就是寒邪。但是我们现代人呢，除了这6种，身上还多扛了至少4座大山。第一座山叫做无形的压力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常常被工作、被人际关系气到不行？那个老板、那个同事讲话有够难听，事情又都推给你做，你气到心肝头都揪在一起，整个人郁卒到不行。
这种气你看不到、摸不着，但它对身体的伤害比什么都还厉害。第二座山叫做经济的重担。每个月手机叮一声，跳出缴房贷的通知，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咯噔一下？去菜市场买个菜，怎么昨天一把20块的青江菜，今天变35块？你看着那个账单，血压计拿出来一量，哎呦喂，数字比股价还会涨。有时候儿子半夜不是打来关心你贾宝卫，是打来问这个月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帮忙周转一下？你说这口气你怎么吞得下去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压力。第三座山叫做错误的习惯，这点你我可能都有。吃饱饭就窝在沙发上电视滑手机，一滑就是1-2个小时，想说回几个赖的讯息而已，结果一站起来，哎呀，脖子怎么跟石头一样硬，肩膀也像是被人家打了好几拳，又酸又痛。古人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我们是整天坐着不动，这身体的零件当然会提早生锈啊。最后这第4座山是最恐怖的，叫做透支的享乐。古人早就警告我们了，他们说啊，那时候的人啊，以酒为浆，把酒当水在喝；以妄为常，把不正常的生活当作是家常便饭，常常应酬、熬夜、日夜颠倒。更糟糕的是，醉已入房，喝得醉醺醺的还乱来，把你身体最宝贵的精气都给耗光了。你听听，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写照？朋友聚餐干杯啦，生意应酬干杯啦，心情不好自己在家喝2杯也好，晚上唱卡拉 OK 到半夜2-3点，隔天再拖着那个快要散掉的身体去上班。我们以为这叫享受人生，其实这叫预知生命。我讲到这，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很郁皱，对不对？觉得生活压力这么大，习惯又改不了，人生好像没什么希望了。先别这么想，山不转路转，水不流，我们自己搬。古早人的智慧就是来帮我们转弯的那条路。虽然现代生活很累，但你想不想活到80岁、90岁，不但头脑清楚，身体还能像少年家一样到处去游山玩水？这是绝对有可能的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解开这一切痛苦的钥匙就藏在老祖宗一句听起来很玄的话里，你相信吗？这句话就是整个古人养生智慧的总开关，它叫做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武功秘籍里面的心法，很深奥，对不对？别怕，福全今天就是要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给你听。其实他讲的就是3个你我今天马上立刻就能开始做的简单秘诀。这3个秘诀就是古人能活到100岁的不老3宝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要来揭晓答案了。这第1宝叫做食饮有节。食就是我们吃的东西，饮就是喝的东西，有节就是要有节制。这4个字威力无穷啊！你看我们现在流行什么？吃到饱，火锅吃到饱，烧烤吃到饱，好像不多吃一点就亏本了。结果呢，吃的肚子又撑又胀，回家打个嗝都还是晚餐的味道。你以为你赚到了，其实你的身体亏大了。我跟你打个比方，你的胃就像一间食品加工厂，里面的员工就是你的消化系统。
你这个做厂长的，如果天天要求员工24小时加班，不给休息，机器操到半夜还在运转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？一开始可能还撑得住，久了之后呢，员工开始罢工，机器开始故障，做出来的产品品质越来越差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越多，人反而越累，毛病越多的原因。那什么叫食饮有节？就是当一个聪明的厂长。古人说食饮有节，最简单的执行方式就是7分饱。感觉肚子不饿了，还能再吃几口的时候，就把筷子放下。这样做等于是让你的肠胃工厂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下班休息，他们才能好好的把食物的精华吸收，把废物排出去。你的身体才会真正得到营养，而不是得到一堆负担。所以记住咯，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吃得巧，吃得刚刚好。好，接下来是第2宝，叫做起居有常。起居就是起床和睡觉，有常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规律。这听起来比7分饱还简单，对不对？但却是最多现代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我再用一个比喻跟你说，你可以想象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宇宙。你的心脏就像是身体里的太阳，你的肝、你的肾就像是月亮和星星。当外面世界的大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你身体里的太阳也跟着升起，给你一整天的能量去活动。当外面的月亮出来了，你身体里的月亮也应该要出来，告诉你该休息了，让身体进行修复和滋养的工作。那熬夜是什么？熬夜就等于是在3更半夜，你硬是把你身体里的那个太阳给挖出来，拿着鞭子抽它，逼它发光发热。你靠着咖啡，靠着提神饮料，让它硬撑着。你用手机的蓝光、电视的光去欺骗你的大脑，跟他说现在还是白天。你说这种逆天而行的做法，你的身体宇宙能不混乱吗？所以起居有常，就是顺着你身体里面的日月星辰去过日子。尽量在晚上11点以前躺到床上，就算睡不着也没关系，把灯关掉，眼睛闭起来，让身体知道休息时间到了。早上太阳出来了，就跟着起床。你只要坚持1-2个礼拜，你会发现精神、体力都会有天壤之别的改变。最后是我们的第3宝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宝，叫做不忘坐牢。劳就是劳动、劳累。什么是忘坐牢？就是胡乱的、没有节制地让自己太劳累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想，我现在都退休了，也没在做什么出众工作，这条应该跟我没关系吧？你错了。这个劳不只指身体的劳动，更重要的是指你的心不要太累，也就是心劳。我跟你讲一个我邻居阿旺伯的故事。阿旺伯65岁从银行经理的位置退休，大家都说他很好命，可以开始享清福了。结果呢，我看他比谁都还忙。早上6点就爬起来，眼睛都还没睁开，就先打开手机看美国股市收盘怎么样。9点一到，守在电视机前面看台股开盘，心情跟着那个红红绿绿的线上下起伏。中午吃个饭，一边吃一边烦恼他儿子工作顺不顺利，媳妇对他好不好。下午又开始担心还在读国小的孙子学区在哪里，功课跟不跟得上。晚上好不容易闲下来，又为了遥控器要看哪一台，跟老婆大小声。你说他有去搬砖头吗？没有。他有去田里工作吗？也没有。他整天都坐在沙发上，但是你看他眉头永远是皱在一起的，常常唉声叹气，
一天下来，我看他比去工地做工的人还要累。这就是最伤身体的辛劳。你的身体退休了，但你的心还在打3份工，还在做牛做马。这种消耗是在不知不觉中把你最宝贵的精气神一点一滴的给掏空了。所以不忘坐牢，就是要我们懂得放下。体力上感觉累了，就坐下来休息，不要硬撑。心力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把该做的做完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己去努力。股票涨跌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学会放宽心，把专注力放回到自己身上，去散散步，去泡杯茶，去跟老朋友聊聊天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心不累了，身体自然就轻松了。你可能会觉得，福全，你今天讲的这3样，吃7分饱，早睡早起，不要想太多，都很简单啊。没错，大道至简，真正的功夫往往就藏在最朴实的地方。但你知道吗？或许能做到这3件事在古人眼里你就已经达到了不得了的境界，甚至可以被称为圣人了。你别笑这也是《黄帝内经》里写的。书上说最懂得养生的人分成4种等级：真人、智人、圣人，还有贤人。真人和智人那个境界太高了，跟神仙一样，可以活到寿避天地，无有终时。我们凡人是做不到的，听听就好。但是第3种叫做圣人，这个我们人人都有机会。书上是怎么形容圣人的？圣人活在天地之间，他们懂得合于阴阳，调于四时，顺应四季的变化。天气冷了，就知道要多穿一件衣服，保护好身体的阳气。夏天热了，就知道不要吃太多冰凉的东西。他们懂得喜怒有节，不高兴的时候不会让脾气乱发，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他们起居有常，我们刚刚讲过了。然后他们不离于道，他们的生活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说的那3样宝贝。简单来说，圣人就是一个懂得怎么吃饭、怎么睡觉、怎么穿衣服、怎么让自己心情愉快的人。讲到这里，你回头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也做到了其中几项？你是不是也开始注意吃东西不要吃太饱？是不是也努力让自己早点睡？是不是也学着告诉自己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？如果是这样，那福全要恭喜你，搞不好你已经是一位走在圣人路上的现代圣人了。好，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真正的健康长寿，从来就不是靠着往嘴里塞一把一把的保健品就能堆出来的，那些都只是辅助，甚至是安慰剂而已。真正的根本是要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，找回最自然、最朴素的生活节奏。请你一定要记住今天分享的不老3宝。第一，食饮有节，吃饭7分饱，让肠胃好好休息。第二，起居有常，跟着太阳、月亮过日子，把身体的时钟调准。第三，不忘坐牢，身体累了就歇，心累了就放下。这3件事不用你花1毛钱，但它带给你的回报是千金也买不到的健康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一定要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凑边头尾揪一下，大家做回来健康卡120。也请记得一定要订阅福全开讲这个频道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，这样我每次分享古兆年的机会。或许能做到这3件事，在古人眼里，你就已经达到不得了的境界，甚至可以被称为圣人啦。
你别笑哦，这也是《黄帝内经》里写的。书上说，最懂得养生的人分成4种等级：真人、智人、圣人，还有贤人。真人和智人那个境界太高了，跟神仙一样，可以活到寿避天地，无有终时。我们凡人是做不到的，听听就好。但是第3种叫做圣人，这个我们人人都有机会。书上是怎么形容圣人的？圣人活在天地之间，他们懂得合于阴阳，调于四时，顺应四季的变化。天气冷了，就知道要多穿一件衣服，保护好身体的阳气。夏天热了，就知道不要吃太多冰凉的东西。他们懂得喜怒有节，不高兴的时候不会让脾气乱发，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他们起居有常，我们刚刚讲过了。然后他们不离于道，他们的生活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说的那3样宝贝。简单来说圣人就是一个懂得怎么吃饭、怎么睡觉、怎么穿衣服、怎么让自己心情愉快的人。讲到这里，你回头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也做到了其中几项？你是不是也开始注意吃东西不要吃太饱？是不是也努力让自己早点睡？是不是也学着告诉自己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？如果是这样，那福全要恭喜你，搞不好你已经是一位走在圣人路上的现代圣人啦。好，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真正的健康长寿，从来就不是靠着往嘴里塞一把一把的保健品就能堆出来的，那些都只是辅助，甚至是安慰剂而已。真正的根本是要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，找回最自然、最朴素的生活节奏。请你一定要记住今天分享的不老3宝。第一，食饮有节，吃饭7分饱，让肠胃好好休息。第二，起居有常，跟着太阳、月亮过日子，把身体的时钟调准。第三，不忘坐牢，身体累了就歇，心累了就放下。这3件事不用你花1毛钱，但它带给你的回报是千金也买不到的健康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一定要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错边头尾揪一下，大家做回来强尬表2，你才不会错过。我是福全，我们下次见。